郡主。 阿允，怎么了？惠王殿下，稍等，我去问问。到。驾！这次收，下次投。他什么时候把他剑？撤！撤！ 快撤！快撤！快撤！保护殿下！上！小心！ 出发！二公子虽然聪明，但也没有想到，今天你自己才是目标吧？啊？嘿！
既然我落入你的陷阱，明显是已经逃不掉了。那么，在我临死之前，你至少可以告诉我，究竟谁才是让你俯首听命的人？二公子的聪慧机敏，我是完全领教过的。别做梦了，在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我半句废话也不会多讲。二公子果然不好对付，但照这样打下去，你孤身一人，又能支撑多久？在那边！拓跋公子，怎么来的这么晚？我总得先确保惠王殿下的安全吧。介绍一下，列位是段同舟段先生，在琅琊高手榜上，拓跋公子的瀚海剑，刚好只比他低了1位。平静。你没事吧？来得好啊！平静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机会难得，我来会会他。
小心，要着火的！麻烦你善后。 我先送平静回去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葛清茶，醒酒的，喝吧。林仙，我知道不应该麻烦你。 可我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你想麻烦我什么？我能不能在你这儿躲2天啊？为什么要躲？我还是觉得没脸回去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见大哥大嫂。你以为躲着就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？没想到你做这些事儿做得还不错嘛。当然了，这活儿我在狼牙山可没少干。你到底还想在我这儿待多久啊？李姐，我每天都帮你干活，比我多住2天怎么？你又不是不喜欢我。 幸好父王没听到你这么跟女孩子说话，这腔调又是琅琊阁教的。我知道心里难过就躲起来是你的老毛病，但是你已经打扰人家林姑娘2天多了，还不肯走，非要大哥上门来接你。
怎么？你知道大哥不是亲生的，你就不听话了？大哥永远是大哥，我只是觉得没脸回去，还有一点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怕大哥你生我的气。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大哥，一切都没变，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，对吗？难道你想变？道理不用我讲，你心里都明白。走，跟我回家吧。惠王殿下，朕好像听说贵使之中竟然有位琅琊高手。这是表弟拓跋宇，我国中瀚海王第3子，由小王姑母锦贤长公主所出，今年琅琊高手榜上偃居第5。不妨为宴饮助兴，彼此切磋一下如何啊？既然陛下有此雅兴，小王岂敢推辞？谢陛下。谢殿下。承让。大梁陛下，郡主有什么事吗？我大燕风俗，规格习武如同男儿。既然今日切磋是为两国交好之宴助兴，那么重华斗胆，也请一战。哦，楚华，虽然假期已定，至少今日，重华还是大燕女子，望五哥再容我任性一回。听闻长陵二公子曾在琅琊山学艺，重华甚为向往，借此良机，不知可否请教一二？平津。飞战，陛下，谁占上风啊？重华郡主虽然武功不错，但平津已经控制住了局面。
传太医，传太医，五哥，传太医，殿下，五哥，殿下，我五哥为结盟而来，心怀善意，纵使长林府不愿和谈，也不必下此毒手啊！我没有。呀！呀！周八公子，你冷静，你冷静！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呀！惠王殿下一片诚心，却遭凶徒当殿刺杀。陛下若是不给个交代，这桩血仇，大燕国世代不忘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听闻长陵二公子曾在狼牙山学艺，崇华深为向往，不知可否请教一二？可他这么做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老阁主知道我在京城肯定无聊，所以看到什么奇闻异事，会听到什么新抢的消息，就会传信给我。世子爷小心。第几间？下台阶第一间。我原本以为，崇华郡主远道异国和亲，心中愤懑，想要发泄才出手这么重的，谁能想到，他竟然……看来老阁主说的并非同心之人，就是崇华郡主。不是他还能有谁啊？我敢肯定这不是意外。既然我自己没有动手，那就只能是他了。事发突然，没有人特别留心。现在你们两个各执一词，不要说是北燕。连当时在场的咱们自己人，都未必会相信他是有意为之。而琅琊阁的这一纸信书，什么都未说明，又不能作为呈堂证供。如果现在拿出来，会让他人以为我们有意诬陷，说不定“意外”二字，反而更容易让大家接受一些。
是啊，莫说别人了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实在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。惠王殿下是他堂兄，是他本国的嫡皇子啊！要不是老阁主提醒，谁能想到他会下此毒手？离皇权越近的地方，越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只不过你我是局外人，不了解北燕的真正情势。就算是我们知道崇华郡主心存异想，只凭推断，恐怕是推断不出真相的。那拓跋宇应该是局内之人吧？玄大人，上师，上师此刻前来，若是为了刚才朝阳殿上发生的事情，恐怕最终要失望的。我与崇华郡主这一战，甚至都不是由我主动提出的。拓跋宇只要冷静下来，自然能想明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惠王殿下在北燕有什么敌人？他的敌人可能做到哪一步？拓跋宇肯定比我们更清楚。如果我们能和拓跋宇认真的谈，大哥，怎么了？恐怕关键并不在于事实如何，也不在于拓跋宇最终会相信什么。平静，惠王这一死，无论他在国内的政敌是谁，这个人现在已经赢了。已经赢了？你想，惠王是即将被册封的太子，他死后，北燕的局势势比失衡。无论最后是谁掌握大权，那个人所顾及的，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惠王之死的真相。至于他将来会如何利用这个世界，我们更加无法推断。反正有一点，却是可以肯定的。反正不会对我们大梁有利。不知是不是在下的错觉，上次你我二人在乾天院所谈甚欢，今日玄大人对我好像有些冷淡。上次老夫有些急躁，幸好飞展的话提醒了我。玄大统领的话，连段同舟这样的高手，上师都能任意驱使。看来上师比老夫想象的还要不凡呢。可是左思右想，怎么都不相信上师突然介入朝局纷争，只是为了报答娘娘的知遇之恩。我荀白水并非轻易结盟之人，不然我不会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了。如若上师不能对我开诚布公的话，恐怕今后咱们的合作很难继续下去了。哼！玄大人，看来在下今日不得不和大人交个底了。我知道，原本这次和谈是很合父王的心意的，到如今已经全部都毁了，是不是？惠王殿下是定约之人，他这一死，自然全都废了。接下来的情势也是不容乐观。内阁朝臣们辛苦了这么久，有些怨言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原本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这张字条，可我怎么……我要是再小心一些就好了。别说傻话了。即便你再聪明，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大哥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众所周知，陛下与皇后娘娘不同，她并不信奉在下的白神教。虽然在下出入宫廷有上师之尊，但在陛下眼中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为他调理喘息的术士而已。听起来，上师好像有些不大甘心。在下自负通天道，善谋断，胸中有才，但就是因为这个术士的身份，在当今陛下的朝堂之上，恐怕难以有所施展。自古风云大业，至伟莫过于扶助新君。既然皇后娘娘肯赏识在下，在下只想抓住这个机会，为太子的江山立下不世之功，以及将来可以得到真正的国师之位。你的目标是国师之位？荀大人觉得在下所图有些荒唐？仔细想想，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长林王也不是一个信教之人，只要他权柄在握，在下就是有再大的雄心，恐怕也只能化为泡影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在下和荀大人的目标，难道不是完全一致吗？眼下的局面你也清楚，可以说是双方各有顾忌。北燕国内战火未平，因无余力顾及边境，方才与我大梁和谈。陛下和朝臣们都觉得，北燕未必就真想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但一个帝皇子惨死，也不是小事。如若安抚的不好，北燕皇帝恼怒之下，还是有可能不顾后果，非要寻仇的。所以我才说，双方是各有顾忌。陛下素来性情温平，对你又有维护之心。虽然他并未明言，但据我猜测，他更愿意大家默认惠王之死乃是意外，先把事件平息下去。可惠王到底是血溅宫城，死在了大梁的殿堂之上。单纯就这事而言，我们这边怎么看都显得有些理亏。陛下若存了安抚之意，又岂能不对北燕退让几分？上师是说，内阁即使不多做什么，陛下自然也会选择退让。这就是一件说不清楚的无头公案，强争下去后果难料。事态一旦恶化，萧平京的罪责只会更加严重。陛下选择退让，无非就是要维护这位长林二公子。老王爷有爱子之心，又最明白陛下的心思，所以断然不会反对。可我们大梁选择退让，不就相当于向外人告知是我们的过错吗？行为鲁莽、意外杀人，跟挑起两国纷争比较起来，罪责上虽然轻一些，可那毕竟也是个罪名啊。正是如此，
陛下一旦选择退让，眼下的危局虽可暂时得到平息，但朝廷本已到手的和谈成果，必然会被废除。眼下这一份利益损失，以及未来北燕以此为由发起的任何一场边境战火，都会被当成是萧平京的罪责定死在他身上，再也解释不清楚。而荀大人1个月前所忧虑的那些事情，就此一扫而空。难道不值得为之欣喜吗？欣喜自然是有一些，可是这萧平京在长林王府只是个闲人，他的名声毁了，对金陵的格局没有丝毫的改变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得意的。大人何必如此沮丧？老王爷已奔古稀之年，大人要把眼光放到长林王府年轻的这一辈身上。即使这样，也不会落到这位二公子身上。外人谁不知道，萧平章才是长林王府未来的掌舵人呢。胖子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，我们要慢慢的，一个一个来。陛下后来怎么说？陛下的心情你也了解，已经打算让步了，给北燕一些和柔的条件，先把眼下的局面平息下去再说吧。不，我不同意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不同意。不同意什么？我不同意陛下退让。让了步，就是承认有错。落人口实不说，对平津的将来更是不公。我身为兄长，明知道平津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认了。为父知道你不甘心，
但是现在除了平津自己的辩解之外，咱们连崇华郡主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都说不清楚。若是强行指控他，风险太大，后果难料。一旦引发两国之争，平津的罪责不是更大了吗？那咱们让了步，后果就一定可料了吗？自古以来，两国博弈从来都是利益为先。事实如何，并非人人在意。北燕朝局不稳，如若陛下愿意让利，事态确实可能由此平息。然而代价呢？不仅平津要承担莫须有的罪名，北燕将来缓不起来，随时可以翻脸，把这件事当作毁约的借口。所以孩儿以为，息事宁人，也许并非上策。陛下，陛下身体不适，还是传太医来看看吧。没事儿，起得急了些了。今日和朝臣们还有要事相商。更衣。瀚海拓跋氏，当然要用剑，不是吗？拓跋公子，看清楚了。拓跋公子，无论你信与不信，这个才是事实。陛下，臣昨日与平章细细商讨过此事。如今的北燕国，不仅叛军势大，朝堂上也是两派分立。惠王这么一死，本该在朝堂上
掀起滔天巨浪。可是咱们这一退让理赔，虽说在短期内可以平缓事态，但是等于揽责上身，给了北燕国一个一致对外的靶子，替他们安稳了朝堂。可是老王爷，崇华郡主肯定不愿承认。难道因为咱们在国书之上言之凿凿地把责任推加到他身上，北燕皇帝就会接受这样的定论吗？对，到时北燕国里一定是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双方各不相让，争执不下。崇华郡主是北燕的宗室贵女，说她刺杀本国嫡皇子，未免有些荒唐了吧？老王爷怎么知道北燕的朝中会有人相信呢？因为事实如此。平津说他是蓄意谋杀，他一定是。陛下，都不要说了，此事朕已经心里有数了。请王兄暂留，其余诸卿先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必占上风。无论咱们的应对是硬还是软，这些人显然都没有打算要继续良言修好。既然如此变局，又何必先行让利呢？国书可以按王兄的意思来拟定，但其他的，朕不允准。陛下，老臣还没开口呢。王兄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朕一猜就知道。可你也不想想自己什么年岁了。上次从甘州回来，朕就说过，再也不放你去边境了。
宣大人，上师这么急着要打听消息啊？在下好奇，陛下给了北燕一个什么条件？老王爷反对退让，他指控北燕郡主借机刺杀本国皇子，他力劝陛下强硬对待。玄大人没有加以争辩吗？争自然是争了几句，不过老夫的心里明白，长林王爷是对的。惠王一死，北燕的朝局发生了变化，自然不能按和谈时的想法来应对。若论对北境局势的把握，恐怕他们二位是最为精准的。太子殿下不过才11岁，的确是该从长计议。自古要想以雷霆之势扳倒一座将门帅府，没有至高皇权的支持是很难做到的。可现在，陛下对长林王府恩信深重，看来你我还需有滴水穿石的耐心才可以。怎么了？老王爷威望重，兵权在手，若为太子的长远大计加以制衡，这一点没错。可是，上师大人呢？边境守军关系到国之安稳，老夫何曾说过要将其拔除掉这句话？在下所言，只是最坏的情况而已。宣大人清楚，朝堂相争不可能一直和风细雨，说不定某一天，某一人的一句话，或者一个微弱的变数，就会导致你死我活的刀光血影，谁也躲不开。恕在下冒昧，若是荀大人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，那么您针对长林王府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为东宫招惹是非而已。不如早日停手。告辞。世子爷，宫中刚刚传来口谕说不再羁押二公子了，下官正打算派人去通报呢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让您多跑了一趟。大人客气了，多谢。平江，虽有陛下回护，但出了这样的事情，眼下朝中毕竟还有些针对你的议论。我跟父王都不在京城的时候，你是留在京城呢，还是回琅琊阁去？什么叫父王跟你都不在京城？你们要去哪儿？父王，别劝了，眼下的安排是最合适的。你看，两道京城，陛下还有平津。
你眼下碰到的问题比为父我去北境要多得多，换了别人我还不放心呢。好了，咱爷俩走吧。平静，你能安然脱身，可见惠王的事情已经尘埃初定了。为何还如此沮丧？父王已经年过花甲，但为了应对这场变局，过几天就要去北京了。上次赣南之战后，陛下责令兵部彻底重建大禹粮道，大哥也要出一趟辕门，去检查进度。李谢，如果宫宴那天我没那么轻敌，那么大意，现在局势会完全不同。父王和大哥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他们都走了，那你呢？你要回狼牙山吗？不，我会留在京城。
下去吧。老爷今日的晚膳几乎没吃什么，可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有些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自从与鄱阳英结盟之后，我这心里是越来越不安了。此人行事就是个不计后果的疯子。无论他说的是什么，我总是觉得他要的结果，最终和我绝对是不一样的。老爷既然这样说，那日后不再和他来往就是了。可是娘娘现在完全依赖于他，恐怕是劝也劝不回来了。师父，据兵部消息核实，长陵王与世子已由陛下允准，确定3日后一同离京。按照惯例，皇帝要去蔚山守斋，大人物们一离开，我们也就轻松了。可是长陵世子只是去巡查粮道而已，圣驾离开不久，他就会回来了呀。等他回来，正好让他看看这一团乱局。师父福泽深厚，必定心想事成。萧平京的行踪，你可还清楚？这个还不清楚。萧平京无爵无职，行踪不需报备。加之长陵王府里面的消息，一向又很难打听。无妨，过几日自然会清楚。你在担心父王，不希望他去北京，对吗？这世上有哪个做儿子的，愿意看着年迈的老父亲前往边境苦寒之地呢？要不，你再去劝劝他吧。父王说他这是最后一次了，等他再回来，就会安心在京城颐养天年。连陛下都答应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好在边境并无战事，父王去了也是巡查调配，以作防备而已，很快就能回来。徒儿，师父，你的好奇心可越来越重了。徒儿可知道这是什么？知道。师父骨髓有伤，要治骨髓之伤，这是唯一的灵药。霜华本无色，是为暗夜所染，阴寒在骨。你可以称它为灵药，亦可称为剧毒。
剧毒。此毒名为双蛊，乃我叶秦先贤所制，可惜未得传世，只有公学藏书里才有所记载。为师虽不通医道，但恰好得了此书，实为万幸。既然是剧毒，又怎么能疗伤呢？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父王，车马已经备好。你白皮素风，这是报丧的书信吗？刚刚收到的。南境的穆王爷上个月去世了。除了这狼牙山之外，在这个世上曾见过他，还记得他的，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了。父王，父王，大哥，为父我已经跟陛下说过，这次去北境并非出征，不必大张旗鼓朝臣相送，所以你和雪儿不必城门相送，就此道别吧。是。我跟你大哥都不在长林府，特别是你大嫂，就都托付给你了。是，我先送父王一程，再去巡查粮道，大概1个多月就回来。这段时日，府中里里外外，再加上平津，都靠你辛苦照应了。放心吧，有我看着他，不会让他出乱子的。惠王的事情在朝野余波未平，为父我希望你尽量留在府中，好好的静下来，养养性子。是，父王。好好的保重身体，早点回来。走吧。走。师傅，萧平京没有走，留在京城，正合我意。小侯爷，太叔，哎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当然记得，这是小侯爷10岁那年去看人家琢玉，自己学着，亲手雕琢出这个坠子，拿回府里送给太夫人的。我那时年纪小，认不得什么是好玉。
这雕工更是粗糙，但母亲这么多年都一直贴身带着的。府中不能有太夫人的牌位，真是难为小侯爷您了。不过还好，留下了这个随身之物，也算是个念想吧。莱阳府被禁军彻底查抄，关于母亲的所有痕迹都被抹掉了。还好这块坠子粗糙不起眼，没人觉得这是母亲贴身带着的东西，我这才能把它留下来。啊，小侯爷，吃饭吧，啊。我出去一趟，你不用跟着，把这个收好吧。您又要出去啊？哎，小侯爷，这金陵城里啊，太多捧高踩低的势利眼，一不小心就要受气的。您就待在府里不好吗？京城的暗流都快要翻到明面上了，时机正好。受点嫌弃这种小事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小侯爷。姑娘，有件奇怪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京城和周边复阔的几个县府，最近有人在大量收购白银草。大量收购？白银草又不是常用药，为什么？这不合常理啊，所以我才觉得奇怪。可以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出去接人吧。好。再休息休息，咱们就该继续工作了。是，家里还有事吗？来，把手一看。贴好了，客官。啊，好了。客官慢走啊，好些事了。走。这是做什么？他的病跟预料的不一样，发作的太快，毒性也不够，得用一味对症的药收敛一下。
京城的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你大概还需要多久？再过几日就可以采血了。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邦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手如霜。远去天涯，携手在我思量，烈酒当饮今生。欢乐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清平世界下，两公堂一无声，谈天道何时不由望，金层玉凭雪浪，西野道杀心忙。欢乐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清平世界下，两公堂一无声，谈天道何时不由望，金层玉凭雪浪，西野道杀心忙。欢乐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清平世界下。愿天下从此风月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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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一直没应声吗？是啊。早上夫人没出来吗？夫人，哎，小侯爷来了。小侯爷，怎么了？小侯爷，太夫人今日一早没有起身，奴婢们敲门呼叫都无应答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正想过去禀告您呢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少侯爷，别起！冷静点！少侯爷，少侯爷，冷静，冷静！快去请太医！少侯爷，冷静点！
等等，你们这要干什么？回二公子，陛下命收敛莱阳太夫人由宫中勘验，再行处置。怎么个再行处置？这个是。元气，元气，元气，你还好吗？平静，我不明白，昨天还好好的，这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？此案牵之挂腕，一时间说不清楚。现在禁军还在府里行亡命，如果查到什么，我们一定会据实上报，绝对不会污蔑莱阳太夫人。你在家放宽心，不要伤了身子。行亡命。对。除了赵超，还会有什么？这个还得看查抄的结果，你先不要着急。平静，就算母亲有天大的罪过，但人都已经死了，起码让我为他摔盆落葬，留个再修人世的机会吧，平静。这时我会想想办法，去求陛下开恩。平静，你是长林二公子，你说的话陛下一定听。平静，你帮帮我，平静，你帮帮我。元气，你帮帮我。二公子，荀大统领，请您速去后堂。知道了。元气，起来，起来。元气，你放心，这事我去想办法。荀大哥，怎么了？
根底还不错，内息扎得很牢。若得认真调教，还可以有更大的长进。你是谁？我来介绍。令堂生前泣血所说，小侯爷真的连看都不看一眼吗？我虽然没有经历过多少世事，但我也绝不是任人摆弄的傻子。我母亲被这无谓的仇恨蒙蔽了20多年，临死还要被你们利用。你们今日过来，是想逼我走上和他同样的路吗？太夫人生前行事的确不怎么聪明，但是小侯爷身为人子，你真的相信他的仇恨是无谓的吗？当年案情清晰，即便是我也不得不说，先父并不冤枉。就算是不冤枉，但是身为皇子，总不至于被判了死罪吧？
太叔啊，在这儿等着我。小侯爷，哎，小侯爷，果然是你。除了我，还会有谁关心你呢？我母亲葬在哪儿？母亲，不孝。多谢你的旨意。不是。太子殿下，快点，快点，是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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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娘娘喊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这边水，快跟上！快，水呢？水啊！快点，还没来！救火！都跟上！让开！这边，这儿。这边。太子殿下，没事吧？啊，快点！没事。师兄，来，快，我跟上！是，动作快点！查清楚。是。徐大哥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清楚，有可能是意外失火，还好发现的及时，火势不大，没有蔓延，已经救下去了。太子殿下怎么样？在皇后的西配殿。三更半夜的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先帝赐给父王可以不经传报随时入宫的，可他老人家一直没有用过，元氏一定受到了惊吓，我过去看看他。还看什么太子？你知不知道这块金牌，老王爷为什么一直不用？先帝的恩赐固然是至高的荣耀，但那也仅仅是荣耀而已。像这种可以不经传报、不经允准，于夙夜之中植入宫禁的东西，不能真的用啊！我又没有随意使用。既然宫里响了报警金钟，我长陵府岂能坐视不管啊？要是你大哥在，他绝对不会这么贸然行事的。趁着没几个人看见你，赶紧出去吧。你要是担心太子的安危，明日进宫请安便是。快走。
走啊！快点！快！东宫重地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？来来来，你们快给本宫说清楚！回娘娘，臣等正在严查，尚无结论。大约是当值宫女困倦大意，以致不慎走水。困倦大意，来人！娘娘，凡是今夜值守的，一律杖杀。娘娘，怕是也得堪分罪责呀。东宫遇险，所事之人罪无可赦，就按本宫的意思去办。事后不必禀告太子。是。平津拜见陛下。平津，你过来点儿，过来说话。谢陛下。你去看过袁石了？是。殿下还是很有胆识的。昨天晚上受到惊吓，今早晨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恢复了不少了。那就好。不过，怎么了？守护太子舒适，东宫臣属自当有责。但当夜2班，殿内值守共37人，全数处死，是不是有些太严苛了？全数处死？是皇后。皇后娘娘关爱太子，一时激怒，倒也可以理解。朕知道了，朕会派人去劝阻皇后的。2位客官，里边请。东宫还需要些时日修缮，若以禁军安防计划，微臣以为将太子殿下迁往太清宫暂居最为合适。本宫相信你的安排，那就太清宫吧。娘娘，陛下传来口谕，昨夜东宫当值人等请娘娘着内廷司勘问罪责，依律处置。如何管束内廷使役人等，陛下从来都是交托给本宫，未曾插手询问过。这是谁又在陛下面前嚼舌头了？奴婢这就去打听。不必了，是微臣向陛下求的信。你，微臣以为太子殿下性情温厚，想必不愿意看到娘娘为他如此动怒。启禀娘娘，濮阳上师求见。知道了。是。娘娘若无其他吩咐，微臣先行告退。娘娘，大事不好！上师素来稳重，这是怎么了？臣连观数月星象，早见异端，这是事关重大，不敢轻下定论。今日得白神所赐言，方才确认无疑。什么东西确认无疑？太子恐有大难。你讲。
娘娘细想，东宫值守如此严整，昨夜竟然意外失火，这便是大凶的先兆。紫薇星芒受将星入侵已久，数月前便有金土合崩。别讲这些听不懂的。白神究竟如何刺眼？你直接说啊！龙脉将断，太子恐有性命之忧。放肆！你竟敢如此诅咒太子！我以为你有上师之尊，本宫就不敢杀你。娘娘息怒，待臣把话说完。既然臣可以窥得异象，证明上天自有垂怜之意。垂怜之意？你的意思是，太子虽然有劫，但却可解？正是。殿下此劫乃是将星逼宫所致，不合天道，故而定会留有生门。生门在何处？微臣可以施法，祈求白神降福，将太子的凶邪移向他处，由他人代受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东宫之尊，自有天下之重。若以普通平民的性命生计，至少要千百余人。濮阳英到底在谋划些什么？娘娘心里清楚，方才微臣所提的渡劫之法，若是被陛下知晓了，恐怕明日臣就要被拖出宫城，以要挟之名施以火刑。臣愿意冒着性命危险前来禀告。娘娘如此优柔寡断，莫非是不信任臣？上师能窥天意，从没断错过什么。本宫自然是愿意相信你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正如你所言，陛下他是不会相信的。且莫说他，就连本宫自己的兄长，陛下失了太子，还有二皇子、三皇子，但是娘娘，您。就这一个人悄悄出府，您不会是卷进什么事情里去了吧？太叔，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卷进任何事，我只是还没做好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啊？决定将来
究竟要站在哪一边？我知道我自己的选择并不多，可就算是当别人的棋子，我也希望这落子之人更为可靠。我可不想把前程交到一个疯子手里。经多方踏勘，京西赤霞镇应该最为合适。此镇人口逾千，多以贩卖石雕为业，整个镇子依山而建，地势封闭，很容易进行管制。关键是离金陵城够近。不过大人，就算整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，最终也会查到长尊大人您的身上。这以后，恐怕您就很难在京城公开立足了。那又怎样？你我来这金陵城中，又不是为了谋一份锦绣前程，不是要让仇人们也尝一尝当年我们受过的苦吗？是。妹妹要时不时来陪我聊聊天啊，不然我真的会闷出病的。倒是很少见二公子能这么静得下心来。是啊，他自己说，平时不是有意要给父兄添乱，但也时不时的会做错一些事情。若不好生体会一下他大哥是怎么处事的，将来也怕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正勤加研读呢。我一直以为二公子喜欢江湖逍遥，素来无意朝堂。他若无意，别人也强求不来。可他要是有心的话，他大哥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知道平章和父王走到哪里了？算行程，应该到了元州。接下来就该分道了。原来你一直能听到我们说话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到底懂不懂起码的礼数啊？我一直在这看书，是你们刚过来的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在向大嫂倾诉对我的仰慕，有什么我不能听的？不得无礼，小心我揍你啊！好了，真生气了？我就开个玩笑，你以前也没在意过呀。真的，我之前总跟他这么开玩笑，他从来没理过我的。你是不是傻子啊？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。小侯爷，小侯爷若是想知道什么，为什么不来直接问我呢？小侯爷被莫兹侯调教之后，身手武功大有长进，跟了我的人这么久，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你。你是如何知道我在这儿的？在下懂得卜算呢。不必装神弄鬼的，你那些西域传来的小把戏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口渴了吧？在下请小侯爷喝杯茶。小侯爷胸中的心思不停摇摆，倒让我有些担忧。
你真的以为长林王府可以给你施展抱负的机会吗？如果我真的这么想过，上师又能怎样？算算时日，老王爷和世子出京，这个时候应该走到元州了。元州。过了元州，孩儿就要跟父王分道而行了。是我吩咐在这稍后半日，倒不是因为分道而行。这元州有一个地方，我想带你去看看。莱阳侯府衰败至此，小侯爷孤苦一人，无依无靠。究其根源，都是因为令尊当年案发。小侯爷就真的一点儿都不怨恨萧平章的父亲吗？上师舌利如刀，每每说出话来，总能捅进人的心里。只可惜我萧元启不是家母那样的深宅妇人。偏听偏信，有你摆布。看看我现在的境遇，若说心中无恨，那自然是假；但若因为长林王奉旨清理家父当年的案子，就非要说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上师自己不觉得有些勉强吗？小侯爷误会了，我所指的萧平章的父亲，并不是长林王。如远啊，来看你来了。这就是他。琅琊阁给你的那个锦囊里，不可能告诉你太多的细节。父王的出身原本是野游艇的罪奴，当时有位高人需要几个小孩子修习剑阵，与北燕人比试。父王有幸被选中，立功以后，方才有贤弟收养的。
难道这件事也与他有关吗？当年的夜游亭里有上百个小醉奴，先生只要了3个人。你父亲是其中最年长的那一个。陆源，你比他们都大，一会儿要好好照顾他们。先生放心，我会照顾他们的。我们3个人一起进了先帝的王府，后来又一起选择了从军。当年长林军出界，这北境沙场上，我们兄弟一起爬冰卧雪，跃马杀敌，彼此救过对方多少次性命，根本数都数不清。论起在长林军的战功，你父亲一点都不逊色于我。那他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？长林军左营大将军陆源，先帝亲封3品侯，甘冕2到11州的军务都由他一手掌管，而令尊莱阳王的采邑封地就正好在这11州之内。你是想说他们2个？大梁制度军政分离，若是没有这位大将军的合作参与，令尊怎么可能会犯下这么大的事儿？荣华富贵、尊荣权柄，常常可以让人忘记初衷，忘记本心。我记得先生临终时曾告诫我，无论将来如何权高位重，千万不可迷失。董璋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？因为他没有止境。对，贪欲是无穷无尽的，不管自己得到了多少，总觉得还应该得到更多。我常常警醒自己，莫因先帝严厉而怨愤，也莫因陛下宽厚而放纵。时至今日，我自认我守住了对先生的诺言。可是，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死兄弟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渐渐地坠向了深渊。可是他后悔了，他终究不是一个坏人，对不对？一时的贪欲和软弱，抹去了他征战10年的功勋，但是人心最后的良知和底线，却没那么容易抹去。在关键的时刻，是他救下了莱阳王想要灭口的17个人证，也是他为了保全政务，写下了自首的供书，派人交到了我的手上。像陆源这样的人，终究不会成功，因为他既有贪欲，又不够狠辣，总是放不下那根本不值一提的所谓的情义。情义，他就和你现在一样，总以为自己选定的路还可以回头，做过的事情还可以弥补，但事实证明，终究是害人害己。陆源就是那个举报人。
谁都知道军中贪腐是先帝的大忌，更何况是长林军内呢？凡是涉及其中的人，哪一个不是百般谨慎、小心翼翼？若是没有陆源的反水和举报，令尊一个嫡出的皇子，怎么可能会被人拿了铁证判了死罪？那他后来呢？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，在萧庭生赶来的路上，就携夫人自尽了。以前在战场上，每当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都是你父亲及时察觉，替我更正。但是当他走错路的时候，我却没能及时察觉。那一年，你只有5岁。孩子，去吧。夫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家的长子。他曾经做过这样的错事，父王为何还要坚持立我为长陵府的世子？你在我身边长大，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。曾经有一个人说过，长林风骨的承袭和延续，并不仅仅是在血脉之间。平章，你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以后也不会。父王。
萧庭生只是先帝的养子，如今都能有这般声势。而令尊可是先太后的嫡出之子，皇帝的胞弟。若是没有萧庭生坏事儿，小侯爷和你母亲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吗？所以，你若是与长林王府的人假意交好，那是小侯爷聪明；但你若是从此就想听从萧平章的摆布，恐怕莱阳王泉下有知，也是不得安宁。平京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还想找你比试比试呢。你在干嘛？大哥留下的题目，让我根据当前北境的战况，分析父王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各营兵防。你大哥都走了1个月了。大嫂，你要这么想，还有不到20天，大哥就能回来了。还真是。下去吧。是。你前2天不是把林姑娘惹生气了吗？有没有主动道歉啊？去过2次，她都说病患太多忙不过来，不搭理我。才2次啊！大嫂，我很多功课要做的。这样，我呢多做些点心，你抽空给她送过去。谢大嫂。你忙吧。先帝逢九民寿将至，按照惯例，朕要跟宗室近亲去蔚山皇陵守斋1月。太子就随着一起去吧。那夜东宫失火，太子受了惊吓，现在都整夜噩梦不停。御医说，恐怕不宜远行。那既然如此，就让他留在京城吧。蔚山有皇家羽林营护卫，朕把飞斩给太子留下来。臣妾必定尽心照管后宫，请陛下放心。市辖镇只要连续发现7个病例，就会立即上报京兆尹府。放心吧，这一层上师早就虑到了。在官府还有能力控制一切以前，他是不会让人知道赤霞镇出了这样的事情。
师傅，赤霞镇3处水源都已投下引发疫病之物，大约数日之后，就会出现明显的病例了。萧元启还在跟踪无量吗？他们经师傅提醒，特意留心过，说是没有。他想说什么？师傅对这位小侯爷倒是格外宽容。萧元启聪明多疑，有头脑，又懂得隐忍，远比其他人更加危险。师父在他身上下功夫，那是因为他将成为将来师父埋在大梁皇室的一根毒刺。徒儿不用妒忌他，师父有一天是要死的，但只要他还活着，在金陵城就休享安宁。